大家好，在中国，政治是门大学问。新万我也没想到，赵丽颖的大女主剧摇身一变群像剧后，一片的利好纷沓而至，当之无愧的流量和热度，夹杂着大量官方指定的破圈动作和因素，简直就是砂石俱下，势不可挡。所以有时候退就是进，守就是攻，不好的时间点，偏偏就是不期而遇的逆转胜。当党媒官媒齐声叫好的时候，新万我突然发现王一博的清醒更加的孤独了。有时候孤勇就是一个人单枪匹马杀出人生血路，然后后面一大堆买单叫好的真爱粉纷沓而至，慷慨解囊收割着王一博穿过、用过、代言过的推荐好物。王一博想什么真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王一博每天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最好是在乌镇见上一面，就此生无憾了。那么王一博到底真正在想什么呢？被人围堵观看、打赏丢时，这个乌镇到底像什么地方呢？视角永恒359度，观点永恒，与别不同的新万我只能说，王炸姐姐赵丽颖想的、做的，王炸弟弟一样想、一样做，而且想的、做的更加迫切和认真。然而呢，强大的购买力和商业爸爸的需要，让主场依旧是主场，破圈依旧是希望。人们常说粉随正主，其实主谓宾倒过来也毫不违和。为什么新万我会这么肯定呢？因为舒适区是个关键词，这个舒适区不是王一博的，而是王一博真爱粉的。为此，赵丽颖的舒适区被赵丽颖一一打破的时候，赵丽颖真爱粉的舒适区也被一一打破。那么结果呢？结果就是风吹半夏的逆转胜，大获成功。新万我之前已经哀叹说，赵丽颖这部《风吹半夏》上线艰难，时间离奇，可谓错误的时间点挤上了最后的尾班车。然而呢，一连串的想不到跟着就发生了。先是赵丽颖的蝴蝶乱飞，跟着就是赵丽颖的官方力称，似乎把腐朽变为神奇，把不利变为利好，成为了魔幻2022年的魔幻终章。果然是小刀有没有？出来走一走，就这么简单。不知道您赞同新万我的这个说法不？这个全网期盼的大热剧《风吹半夏》总算艰难上线，如约而至，跟观众朋友们见面了。一经开播就受到了全网的一致好评，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了黄金时段收视率的第1名，赵丽颖热度再次刷爆热搜。不得不说，赵丽颖选剧本的眼光是越来越好了。一口气追完前10集后，发现正片内容远比预告片要精彩得多，节奏明快，剧情流畅，全程没有任何一个废镜头。仅是赵丽颖勇于挑战新风格、不断进步的态度，就值得观众为她点赞。相比于往年，今年的12月对于电视剧来说并不算是一个很好的档期，因为正好碰上了世界杯，尤其是对于上星剧来说，收视率一定程度上都会受到影响。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如果收视还能一路上涨，不仅是证明了剧的质量，也是证明了主演的抗剧能力。所以新万我也会有走眼的时候，因为常规思想害死人，因为魔幻的2022年必须有魔幻的思维才行。由赵丽颖、欧豪、李光洁主演的电视剧《风吹半夏》已经播出有一段时间了。这部剧作为赵丽颖今年的第2部上星剧，也是被誉为她的第2部转型之作，大家的期待还是很高的。收视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。相比于今年上半年播出的《幸福到万家》，赵丽颖这部剧的2个上星平台都并不算是非常好，因为底盘比较低。浙江卫视在播出前底盘仅 0.2， 江苏卫视更是连 0.1 都没有达到。所以可以看到，在刚播出的时候，这部剧在2大卫视的收视率都并不算高，江苏卫视在 0.2 左右，浙江卫视 0.3 左右。但让人意外的是，进入12月份之后，风吹半夏的收视却是一路见涨。30号晚上，风吹半夏在江苏卫视的平均收视率首次突破了 0.3， 而浙江卫视也首次突破了 0.4， 2大卫视联合上涨，也意味着更多的观众开始入场。接下来的1号、2号、3号收视率都一路见涨，浙江卫视的平均收视率已经突破了 0.6， 而最高收视率更是突破了 0.74。底盘稍低的江苏卫视最高平均收视率达到了 0.39， 还差一点就要突破 0.4 了，而最高收视率也是达到了 0.5 以上。而目前这部剧才播到14集，总共有40集。
照目前的趋势看，明显还存在上升的可能性，甚至有望达到单台破1的好成绩。不少人看到这个成绩都表示实在是太厉害了，在如此低的底盘下还能实现收市一路上涨，不愧是兆丽颖，堪称是带飞平台了。新万我说到这，相信所有萤火虫也想振翅高飞，点亮寒冷的冬夜了，对不对？新万我欢迎您在评论区中大力发言，取长补短。虽然这部剧还没有播完，但从目前的收视来看，这部剧已经稳定了拿下了今年江苏卫视和浙江卫视的年冠了，再加上上半年播出的《幸福到万家》获得了北京卫视的年冠，粗略估计赵丽颖今年至少可以获得3大卫视的年冠，堪称是有效播剧了。除了收视率之外，这部剧的口碑也很不错，尤其是赵丽颖的表现获得了一致的肯定，无论是造型、演技还是台词都有突破性的进步。不少人表示，如果说幸福到万家还不能完全确定的话，那么风吹半夏可以确定赵丽颖真的转型成功了，之后的戏路肯定会更加宽广。资本爸爸肯定也是大都停止了思考，大笔一挥，闭着眼睛投资就好了。同样的，电影圈的资本爸爸原本也是看好王炸弟弟王一博的，然而呢，一己之力无法在愁云惨淡的电影圈冬季倾覆河山，颠倒乾坤的。有时候蛰伏也是一种自修和等待。不得不承认一点，王一博的人气是真的高。去了趟乌镇，看了几场话剧，身边也没有助理陪同，结果偶遇王一博成了最近戏剧节最大的话题。都说有多少人喜欢王一博，就有多少黑粉盯着他，甚至还有不少的营销号穷追不舍，各种想尽一切办法甩给他有的没地瓜，提升自己的 KPI。王一博出现在乌镇，得益于受到圈内的邀请，跟黄磊、程耳导演等人因电影结缘后，王一博在表演的道路上可谓是进步不少，再加上虚心谦逊的态度，没少得到前辈的指点。这次王一博受邀去观看话剧，却因为他的出现被不少人发现后，引来了不少代拍的过去，甚至还有不少人说好想去乌镇偶遇王一博。很多人更是晒出了跟王一博同场观看话剧的照片，通过几乎360度环回拍摄的无死角照片，吃瓜群众都能像是戴上了 AR 目镜一样，把原本好好看戏的王一博看了个饱，看了个遍。这就像王一博在某个地方学习的时候，有无数个摄像头全覆盖了他的周围一样，摄像机的囚笼已经让王一博失去了自由。申万我这2天已经感慨多次的了。当然了，真爱无止境，哪管王一博。其实呢，他整个人相当的低调，全程包裹得严严实实，但还是被眼尖的网友发现了，更是发到了网络上。一时间，这2天乌镇涌现了不少人来围观，很多人更是表示就是为了偶遇王一博而来。那么，乌镇像个什么地方呢？您心中有数吗？跟他一起看戏的娱乐圈大佬，恐怕也像被围观的园内品种，被人捎带进了充满窥伺和好奇的画面。如果是您觉得高兴还是悲哀呢？对此呢，大家也看到了不少网络上其他的流言蜚语，更多的是猜测跟质疑声，不少带节奏的话术层出不穷，更是被有心之人而胡编乱造起来。说王一博去演话剧了，难道是跟着别人学的吗？真的是挺搞笑的。王一博不过是受邀去观看，如果是真的去表演，王一博的粉丝估计蜂拥而至，必然捧场。这些猜测和解话，因为好奇心的持续发酵，以及围观群众的各种亢奋，进入到了线上线下的瓜皮高潮。如今的王一博主攻电影圈，学习表演的过程，去看话剧也是能够提升自我。但是如果现在去尝试演话剧，可能性不大，因为难度不小，回报更小。这方面的思考，申万我可以开篇24小时都行。当然了，围观群众现场真爱只想窥伺到，
抓拍到王一博某些难得出现的小动作和小镜头而已，其他的不会去想。因此，黑粉自然乐意带着这些真爱跑。您如果对去年Shin Wan我关于粉丝造反事件的系列深扒有印象的话，您就会知道搅浑水是多么容易的事情，特别是真爱粉表现亢奋的时候更加容易。因此，有些人故意带节奏，甚至阴阳怪气、明捧暗讽的，说到底也是一种变相的羡慕妒忌了。王一博的人气跟作品在今年都有了质的提升，虽然大家暂时还看不到，同时呢，他的路人缘跟国民度的提升都有了很大的改观，这让不少人对此刮目相看。这就是真爱粉丝迫切想要走进正主的最大念想了。毕竟所有电影无法上映，看看真人也是未及。当然了，至于粉随正主还是粉碎正主，都是稍后考虑的问题。之前结束的这就是街舞总决赛，王一博的开场舞跟纯正的地板街舞都引发了众人纷纷翻跳的节奏。更重要的是，王一博的人气也顺势提升不少。还有就是王一博如今深耕在电影圈，今年参与拍摄的《长空之王》热烈都是主旋律作品，由于大环境的影响，迟迟没有上映的作品更是让人期待万分。王一博的转型之路走得很坚定，特别是今年《冰与火》的播出，更是让大众对王一博的演技有了一个很大的改观，特别是对于他塑造的警察形象深入人心。因为电影《无名》让王一博结识了黄磊、程耳导演，所以这次乌镇我们可以看到王一博的身影是很正常的，更没有网络上说的什么王一博抱大腿，他完全不需要的。再加上因为这次的乌镇戏剧节更多的是开放式的，这里不仅有王一博，还有不少我们娱乐圈熟悉的身影，黄渤、童瑶、张杰、谢娜、何炅等人，不过是因为王一博的人气比较高，所以才成了大家热议的焦点而已。对此呢，只想说，王一博不过是去看话剧的，而不是去表演。强力围观的吃瓜群众、真爱粉丝还是少操点心，买少张票吧。毕竟看不懂戏剧的真爱粉，买票进去只是为了360度抓拍镜头，满足私欲。不仅影响的是王一博本尊，更让整个乌镇成为了乌烟瘴气的游乐场、动物园。有时候，心心念念的粉丝看不到正主作品，就像进入饥饿营销的麦田怪圈当中了，各式各样的审美亢奋自然一发不可收拾。与此相反呢，就是一种审美疲劳。这一点，鬼聪明的赵丽颖通透得很。有人觉得赵丽颖就是整个85小花中的实力担当，事实也确实如此。当别人还在沉浸在偶像剧的时候，赵丽颖就已经踏出了自己的舒适区。之前的幸福到万家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当然了，并不是说偶像剧不好，但作为一名女演员，从头到尾就演偶像剧的话，只会让自己的戏路越来越窄。因为观众肯定都会有审美疲劳的那天，所以相较之下，赵丽颖在这方面确实做得非常不错。每一次的突破与改变都能颠覆路人对她的认知。风吹半夏的故事情节既真实又接地气，围绕了一家收购废钢起家的铁三角从而展开。赵丽颖依然独挑大梁，饰演了女主许半夏。实力派男演员欧豪饰演了男主童潇齐，黄登登饰演的则是男二陈宇宙。这次赵丽颖摇身一变，变成了大姐大造型方面，御姐范十足，一心只想创业，完成自己心中的梦想。有别于其他同类型影视剧披着职场的外壳，然而却在一本正经的谈恋爱。同时也是他亲爹后妈的一个提款机，可谓呼之即来挥之即去。只要遇到了困难，第一个就会想到许半夏，人设相当讨厌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有观众赋予了许半夏款姐的称号。与现实生活中的女强人一样，野心很大，并且深知社会上的生存之道。参加晚会，看到各位商业大亨从容自如的寒暄，尺度被赵丽颖拿捏得恰到好处，多一分则夸张，少一分则立不住人设。无论是李总还是张总，都得买许半夏的账。作为一个女商人，能做到许半夏这份上确实不易。最大的特点就是许半夏拥有着敏锐的商业嗅觉，哪里有商机，哪里就会出现她的身影。
晚会上，渴望跟别人合作的眼神戏相当到位。老戏骨刘维饰演的武建设在饭桌上介绍项目时，许半夏表现的不是一般的主动。相信任何一个职场人都能在赵丽颖封神中找到自己的影子。人设虽然很爱钱，但这一点并不浮夸。除此之外，许半夏的头脑始终都很清醒，深知自己如果跟别人交往的话，对方不仅为自己创作不了任何利益，还会影响自己的事业。无巧不成书，回家发现自己的渣男老公出轨，二话不说，直接就是酒瓶伺候，替很多屏幕前被渣男辜负的女性出了一口恶气。有网友还在弹幕表示，赵丽颖还沉浸在幸福到万家，没有从何幸福这个角色中跳出来。这句评论其实并不准确，因为早在悬疑剧《谁是凶手》中，赵丽颖就把自己的炸裂演技表现了出来，结局时疯狂输出，让很多观众都看到了不为人知的一面。离婚之后，许半夏依然把事业放在第一位，只要发现别人动了歪心思，会迅速断了对方的想法，不给对方留任何机会。当暗恋许半夏已久的童潇齐鼓足勇气在车上送她发夹的时，许半夏看到没看一眼，顺着车窗就丢了出去，直呼睁开眼好好看看吧，这是个新世界了。言外之意就是送发夹已经过时了。这也不怪童潇齐，放了5年的发夹，一直都没等到合适的机会，终于有机会了。许半夏却看透了所谓的爱情，其次前一晚的钢铁交易没能成功，导致许半夏心情很是不爽，压根儿就没心情想别的事情。还有就晨跑的时候，许半夏无意之中迷倒了一位外科医生，单向奔赴，比童潇齐夸张10000倍，不是上门做饭，就是主动借钱给许半夏创业，试图用金钱征服女主，换做其他女主，这时候可能已经陷入爱河了。但我们的许半夏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对方，并且感谢了对方一直以来对自己的照顾，要多独立有多独立，从未想过要靠着别人完成自己的梦想。铁三角中，陈宇宙的人设是一名典型的军师，表面上极其不靠谱，实则做起事来非常有章法，成语随机应变在他身上得到了真正的体现。外面查账时，巧妙化解催债危机；与当地村民周旋时，真正上演了什么才是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许半夏在身边时，会化身为最强辅助；许半夏如果不在，照样能承担一切责任，小到生活日常，大到跨国贸易，就没有他完不成的任务。相较而言，欧豪诠释的童潇齐更像是一名铁憨憨。之前因为许半夏揭穿了前夫的嘴脸，在事发的发生了激烈的混战，等候在屋外的童潇齐察觉到不对劲时，一个箭步就冲了进去，可谓火力全开，分分钟就替许半夏出了恶气，致命一击，被判刑5年。不仅没有心眼，还比谁都冲动，无论有什么心事都会写在脸上，每次都会被许半夏当场看穿，承包了整部剧60%以上的打戏。二人像极了一对欢喜冤家，也就只有许半夏能犟得住他，说打就打，一点面子都不给对方留。话说到这儿，欧豪的演技确实到位，与赵丽颖一样，台词也好，塑造角色也罢，都非常松弛自然。而在主线剧情创业这条路上，三人困难重重，出师不利，借不上钱就不能建堆场。好不容易跟吴总合作，远赴俄罗斯跨国收购废钢，结果到了当地才发现自己掉进了一个骗局。对方早就设计好了剧本，特意找了一个俄罗斯美女来迷惑他们，不费吹灰之力就骗取了3人的定金。当俄罗斯美女说出这句可怜的傻子们，祝你们此行愉快时，听不懂俄语的3人还举起了酒杯，一脸笑意的跟人家庆祝。典型的吃了不会说外语的亏。其他人得知自己被坑，心态直接崩溃，只想趁早回国。这时候只有许半夏决定要留下来，原因很简单，这次出国欠下了很多外债，可以说是背负了全村人的希望，就这么2手空空的回去，势必会被群众戳破脊梁骨，没有任何第2条可选，只能死磕到底，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老天开眼，让许半夏抓住了骗子妮娜，重新找门路，这才完成了买钢计划。能够顺利完成任务，除了许半夏的自身努力，跟李光洁饰演的官配 CP 赵磊有直接的关系。
找的新货源的许半夏不想错过任何一个机会，照单全收，有多少买多少，求助赵磊再借自己2000万。赵磊嘴上很不乐意，不愿意相信许半夏的承诺，但经过短暂的考虑之后，还是给他汇了款。以目前的节奏来看，二人的感情线并没有完全展开。赵磊是商场上的一名老油条，起初对许半夏只是简单的欣赏，直到在俄罗斯的许半夏主动向他发出求救时，又一次被许半夏的奋斗精神深深打动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二人之间的感情是循序渐进的，并非偶像剧中的男女主一上来就十分俗套的偶遇，然后莫名其妙的就走到看一起。就前10集呈现出来的剧情而言，这部《风吹半夏》没有出现任何槽点，能够在短时间内火爆全网，主要还是因为赵丽颖的精湛演技，其次才是剧情内容。全员都在一项搞事业，没有任何一个角色的智商不在线，而且除了主线剧情，支线剧情也都很饱满。比方说铁三角的友情线、商圈5人组明争暗斗的商业线，以及许半夏跟赵磊这对官配 CP 的感情线，任何一条线的走向都很合理。不出所料的话，该剧将会成为年底的一部最佳年度黑马。这个魔幻离奇的时间点成为爆款，Shin One我的确觉得这黑马跑得太快了，简直搭上了顺风车。现在风吹半夏的定位是现实商战，在现代爱情剧饱和的市场下，对于观众们来说又是一个新鲜的话题。而对于赵丽颖来说，又是一次全新的尝试。在前不久，由赵丽颖饰演和幸福的幸福到万家完结，这是一部定位为当代农村的剧。这两部电视剧的类型完全不一致，所处背景、人物性格都不一致，而赵丽颖却将两者都诠释得非常好。很多网友评论说，赵丽颖演一部电视剧火一个题材，在身外我看来，虽然不能说演一部火一个题材，但是确实做到了演一部戏火一部戏。赵丽颖从《新还珠》里的晴儿，到后面的《陆贞传奇》《花千骨》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有匪》等等，大热基本没停过。赵丽颖的《幸福到万家》和《风吹半夏》转型连爆，依旧把一把火烧得彻彻底底的。其实回看赵丽颖的人生，用网友们的话，她的人生就是一部大女主戏，在Shin One我看来甚是认可。非科班出生，没背景，出道被嘲，但是她却凭着自己的努力，在娱乐圈闯出自己的一片天。从赵丽颖的剧中可以看出，她有努力的在做演员，在认真的提升自己，在拼搏的实现目标。她从开始的演技上稚嫩，到现在得到更多的肯定。尤其是Shin One我看到风吹半夏的剧照时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许半夏的野心，对赚钱的野心，对成为钢铁行业头部的野心。这种眼神区别于和幸福的坚定。他们虽然由一个人饰演，却真真实实成为了他们自己。从赵丽颖所演的电视剧可以看出，她没有拘泥于一种类型的片子，而是跳出舒适圈，突破自己。包括一直在提升自己的台词能力，正是他不服输、敢突破的精神，造就了今天的他，也才有网友说的"演一部戏火一个题材"这句话。相信赵丽颖会给所有喜爱她、鼓励她、念念不忘她的人带来一个又一个的突破。爱必回响，您说对不？当然了，这种爱在不少赶赴乌镇的真爱粉的眼里，同样是最大最真的付出与收获。即便此时此刻的王一博真的不需要这种爱的打搅和爱的追赶，看个戏也像逃跑一样逃避疯狂的爱，这场面您替谁高兴呢？是不是替摄像头高兴呢？这3天乌镇戏剧节真的是很火爆，很多人也在这里偶遇了不少的明星，黄磊、黄渤、谢娜、何炅、于正、金晨、金世佳、秦霄贤、童瑶、梅婷等人。不过最让人惊喜的是看见了王一博。王一博现身乌镇戏剧节，打扮非常低调。偶遇王一博的快乐自然更大、更多、更热血。如果追着正主跑，那个快乐是万人羡慕的。王一博身穿绿色的冲锋衣，
戴着黑色的小帽子，把自己的头弄得圆圆的，戴着口罩。但是粉丝朋友们还是第一眼把他认出来了。此次乌镇戏剧节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。王一博的身边正是一起合作过的程耳导演，和导演一起看戏剧，还可以一起交流学习。一博真的是很努力，很认真。王一博和程耳导演是因为电影《无名》而相识。虽然这部电影还没有播出，但是摩托姐姐已经非常期待了。王一博也会在12月3日观看黄渤的作品。这几天他一直在学习交流艺术，他一直在高效工作，提升自己，当然也包括带给亿万人的一种窥色中的快乐。那么多的人千里迢迢单向奔赴偶遇他，注定会出现一些打扰。当然了，粉丝眼中王一博显然习惯了，所以习惯就好。越是喧闹，越是追捧，越体现了他内心的沉稳。他的超强的忍耐，就是为什么能一直火了3年的原因。不被外界干扰，我就做好我自己。当然了，同样当灾的其他业内大腕怎么去想，那是另外一回事，没人在意。王一博是程耳导演定下来的第一位演员，拍摄期间沉浸式演戏，努力更贴合人物。王一博努力而真挚，表演能力也很强，用好他真的是一块玉。工作人员这样评价道。话说，之前一起合作的时候，程耳导演建议一博要偶尔独处，这一次一起同行，想必见识了一博平常的环境是怎么样的。他能做到这样真的很不容易了。娱乐圈里有多少人红了之后就享受这种追捧，迷失自己，又有多少人火了之后就忘了演员的本心，不能吃苦耍大牌。在喧嚣的娱乐圈，一博仍然做自己，这也是粉丝们一直喜欢他的原因吧。一些炫耀式的流出视频当中，王一博永远痛并快乐着着，跑并微笑着，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被长枪短炮围追堵截的大明星。只是这次没有乐乐妍妍在旁，他躲来躲去，似乎总也躲不开对脸的镜头。360度的摄像头就应该装在他的背囊当中，或许这样嘈杂无比的喧嚣和人群就能消失了。因为24小时亲近正主，夫复何求呢？说到这，身外我绝对不想置评这些疯狂的粉丝行为，因为这些人都有各自的疯狂的目的，或者说真爱的目的。每个人为爱的表达方式都注定不一样，绝没有统一的模式和规范。即便身外我也在最近的评论中提到说，如果完全不懂爱的真意，有一种理所当然的爱就叫变态。问题是理解不同的话，角度不同的话，这种变态的的确确其实也是如假包换的爱。就像一些为人父母者，一辈子都恨不得让自己的宝贝疙瘩活在温室中，活在蜜罐中，不要受到一丁点的风雨和打击，这都是爱。即便这些宝贝疙瘩或许完全不是这么想的，同理同框，变态的爱无需王一博的本尊理解，爱就对了。希望身外我能说到一些人的心坎里，也希望你有任何意见和想法都尽情表达和抒发。但凡意见中肯到位，值得商榷，身外我肯定乐意一同探讨和切磋。毕竟整个 YouTube 平台能说人话的非机器人的娱乐大号，一个脚趾头都能数得过来。当然了，粉丝的爱不仅仅是吃到新鲜的王一博的颜，毕竟最近乌镇下雪了，大家也担心一博是不是穿得太少了。但是这个孩子可是10几岁就去国外打拼的人，他不用摩托姐姐担心。做王一博的粉丝，只要默默支持他，或者踊跃去看他就好，因为他会让你不断的在更高处、更闪亮的地方追逐他。摩托就都这样努力向前奔跑吧，像在乌镇你追我赶的拥挤场面一样。看来去年一出粉丝造反事件，让粉丝的想念和能量更加热烈了。对比王炸弟弟的电影路突然变得曲折，赵丽颖的主场相当的爆场。今年真的是赵丽颖的当打之年，大女主商战商海浮沉，与一群男人们斗智斗勇。这样设定的女主角，显然不是靠美色或者卖惨能轻易打造出来的，需要的是让观众真正看到强大2字的内涵。剧中赵丽颖饰演的许半夏，既是常见的大女主，又是不常见的真正的女商人。许半夏有着常规大女主的配置，凄惨的童年，不幸的婚姻，始终陪伴左右的男2、男3，还有一个官配霸总。不常见的是她一心搞钱，
一个90年代的大学生可以完全摒弃掉自己大学文凭，干着收废品、收废钢的生意。许半夏也没有大女主的金手指，她可以为了拉关系做到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为了赚钱，可以一瓶瓶的白酒直接干，喝的房门都进不了，也要在甲方打电话来的那一刻，立马打起12分精神，认真应对。可即便做到如此，那些男人也没有真的想带她玩，只不过在酒桌之上随口敷衍她而已。但许半夏也完全不会气馁，她就是有本事让自己挤上这条船。说完许半夏，再说说赵丽颖。赵丽颖这次真的有让人感觉到惊喜。赵丽颖本人也有一股韧劲，但不仅是精气神像，这一次的表演，赵丽颖明显多了一些细节的生活化的表演。同样是笑容，在生意场上收放自如的谄媚笑，面对朋友时真心实意的笑，完全不同。说到这，值得一提的是，但凡熟悉本频道的朋友都知道，申万我曾经一段时间系列深扒过王一博的笑容 A 餐和笑容 B 餐。这就是生活的刚需和必然，因为聪明的人是去适应社会，而不是异想天开的等着社会来适应自己。社会主动找上门的只会是鞭子和教训。很显然，这种冲突型的笑容、冲突型的剧情，只能说明这部剧的制作班底很不错。剧本改编自阿奈的小说《不得往生》，这位同时也是去年大热剧《人世间》的作者、导演傅东育、毛薇先后获得过2次飞天奖。出品过《破冰行动》《理想照耀中国》这样的佳作，主演除了赵丽颖是最有潜力的八五花，还有欧豪、李光洁、刘威、柯蓝、王劲松、任重等10多位口碑与实力俱佳的演员们。无论在收视率还是质量上都是有保证的。这是一部正的大女主剧。为什么说是真正的呢？因为主人公许半夏就是一个野蛮生长的典范。所谓野蛮生长，便是具有破坏性、超出环境的承受能力，且影响其他物种生存的生长。从一开始，许半夏身边就仅有2个一起打拼的好兄弟，而他身处的环境也是和不同类型的男性角色斗智斗勇，不存在清纯小白花、恶毒女配、舔狗男二这样的老套桥段。随着剧情发展，所有的困难都是实实在在的，生意、债务、骗局、牢狱、行情，怕什么来什么。而观众要看的是看一个女人如何依靠自己从困境中走出来。许半夏这个人务实、果断又重义气。第1集，她去接因帮自己出头打伤了家暴前夫的童潇琪出狱，到步后利索的用柚子叶给他去晦气，他没有和对方伤春悲秋一番，直接就让他第2天上岗开工，跟自己出差。当童潇琪拿出5年前来不及送给他的发卡时，他一甩手就扔出了车窗外。往事已是不可追，如何让童潇琪尽快适应社会，赚钱安身立命才是他所想的。就这么一个务实的女主，一反过去影视剧里女性角色的常态。她的原生家庭同样有故事，却没有过多的渲染，仅是在搭档陈宇宙的口述中得知，因母亲生她难产而死，父亲用中药半夏给她取名。生半夏有毒，孩子的名字通常寄予了父母的情感，很明显，她是来人家凑数的。这位姐没有认命，读完大学就去倒腾废品收购，不走考公考编等寻常路。她一直都知道自己想赚钱，目标非常明确。童潇琪坐牢那5年，许半夏也奋斗了5年。她把自己的废品收购站奋斗成了小公司，自己也成了款姐。说是款姐，不过就是个小商人，和普通人比是光鲜一些。但和真正的商人大佬们比，差距非常明显。参加行业交易会的时候，他首先挨个去给圈子里的合作伙伴们送礼，笑得一脸谄媚。他会替冯总掩盖杨小三的事，会听裘总吐槽自己不安分的下属，会讨带头大哥武建设的欢心。说尽漂亮话，态度放得很低。为的是让吴总无意中流露去北边买5万吨钢的生意能带上自己。一个人脉和资金都不够的小商人，想要在大鳄的手里分一点蛋糕，是相当不容易的。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还没开始谈，酒必须过3巡，这就是特有的酒桌文化。生意人有他们的规矩，喝不开心了，一切都免谈。许半夏深谙此道，
并在这样的场合里游刃有余，看似坐低拂小，却从来不掩饰自己的野心，一开口就要15000吨。众人都在烦恼，要是5万吨的钢弄不回来，要是卖不出去怎么办？外企的赵总赵磊变成了他们的头号目标。90年代的私营企业远远没有外资企业财大气粗，只要货物和价格合适，多少都吞得下。赵总一出现就被很多人团团围住。你们能想到的其他人又怎么想不到呢？许半夏又及时出手了，而且快、狠、准，主动替赵总挡酒，3下5除2的就把他拉到了吴总的酒桌上来。顺便把去北边买钢的事主动透露出去，这下一来，吴总不带着他玩也不行了。精明会算计，看似虎却心里拎得清，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，这样的一个女性形象，堪称人精。酒会结束后，许半夏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做准备。首先开始借钱，要买15000吨的钢，倾尽所有，还差300多万。他毫不犹豫地把所有的存款物业都抵押出去，不够的，舔着脸皮去找合作商借。他掌握着冯总杨小三的秘密，帮裘总调查吃里扒外的郭启东，虽不是很厚道，至少为自己减轻了一点点压力。他和再婚的父亲谈判，以他们现在住的房子为条件。半威胁半哄的又借到了50万，同时意外地发现，父亲虽有自己的小九九，但对自己并非毫无情分可言，切肉不离皮，也就是这样。父亲也会关心他的未来。想他再找个好男人，例如苏医生，他就觉得不错。许半夏无暇理会儿女私情，他心里全是如何搞事业。他把借钱的方向对准了那位外企的赵总，赵总算是被他的坚持打动，但人家也是个理性的人，要求看到许半夏说过的堆场开工，才把银子打过去。自己吹过的牛就必须自己圆，但凡有一点希望也不能放弃。许半夏和他的小伙伴们又开始忙活租地的事，看中一片滩涂，什么都合适，除了价格不合适。这块地位置好，行情很俏，村长更是狮子开大口，来来回回谈了 N 次，开价一次比一次高。许半夏估计自己要凉透了。陈宇宙出了个歪主意，只要滩涂被污染了，就不怕租不下来了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受过许半夏恩惠的童潇启感觉报恩的时候到了，大半夜带着一群老李拜把子的兄弟，一股脑将机油倒进了滩涂。这一招真的太损，逼人就范，却最终得偿所愿。机油造成的重度污染几乎断了渔民的生计。正如剧中那位老奶奶所说，这样的人不得往生，不得往生不就是原著的原名吗？这4个字隐晦地说明了能在商海中成功的大鳄，多多少少都有着不干净的手段。有良心的功成名就后给予补救，没良心的害了也就害了。接下来的北边买钢遭遇国际诈骗，精明商人组纷纷撤退，唯有许半夏一人坚守在俄罗斯逮骗子。他没有了退路，身家性命全部都押进去了，唯有靠一份绝和一腔孤勇撑着。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，敢闯敢拼才可能换到一点出路。黑海贸易的成功打通，让许半夏一瞬间活过来了。然后更苦的日子却在后头，钢价突然持续下跌。5万吨的钢材突然成了废铁，整个行业都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影响。对于许半夏这样的小商人，更是雪上加霜，催债不断，官司不断，可他硬生生就这样挺过来了。足足半年，这一次彻底扭转了局面，人生的第一桶大金终于到位。他这样的人，头脑灵活，心思缜密，擅长资源互换，又能很好的维护关系，不动声色里除掉了竞争对手，完成了一个又一个阶层的跨越。人生充满了起起落落。
这样的大女主由始至终都与命运在抗争，与时代共进退。谁的青春不奋斗？她是许半夏，也是时代浪潮中的每一个人。剧中的感情线也是随着剧情而自然而然发生的。许半夏与赵磊，同萧琪与野猫，从不相识开始新接近，默默以真挚待人，经历了无数的波折，仍然留在身边人，完美符合观众的期待。一首首充满年代感的歌曲，唱出了剧中人的心声与困境。怀旧是一种情怀，也是一种缅怀，缅怀那个时候的美和篆刻在记忆里的热烈。再说演员方面，也是成全这部剧关键的元素之一。赵丽颖是最受期待的85花，当同年代的女演员还在沉迷偶像剧时，她已经靠幸福到万家打出了名堂。风吹半夏的开播，更是为她转型之路添砖加瓦。他的福气真的在后头。欧豪不是科班出身，资源却一直很好。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，他都神奇的抓住重要人物，与重要作品契合。在这部剧里，其实也看到了他的进步。一个重情重义的平凡小人物，身上有着难以掩盖的闪光点。李光洁与黄登登，一个饰演商业精英男，一个是铁三角里和稀泥的角色，两位演员同样表现得很到位，没有违和感。还有刘威饰演的武建设，精明商人组里的老大，一个老生意人的做派，自傲又自满。王劲松饰演的许富，既狡猾又老实，在妻女中斡旋，两边不想得罪，更看重自身的实际利益。这部剧里的每一个人、每一件事、每一个场景、每一首配乐，都有着他们存在的意义，有的是给主角下绊子，有的是成就他往更高处飞去。然而万变不离其宗，最后阐述的都是拼搏的意义。无论在哪个年代，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，成功从来不靠玛丽苏，都是由血汗泪水堆积出来的。这个应该就是风吹半夏最强大内核吧，也是许半夏这个大女主立得住的最根本原因。同样的，现实当中能够在藏污纳垢的娱乐圈立得住，比故事更多故事，王一博和赵丽颖一样，都是这几年内少有的凭借自己实力爬上来的干净演员。在电视圈，她不隶属于任何平台，从出道开始拍的电视剧都在不同平台播放，却受到了每一个平台的欢迎，而且大部分还都是爆款《陈情令》《冰与火》《风起洛阳》《有匪》《理想照耀中国》。还有早期的电视剧也都被粉丝们发掘出来，陪你到世界之巅，青春最好时，人间至味是清欢。我奇怪的朋友私立蜀山学员，在电影圈他不隶属于任何阵营，拍的每部电影也都受到每一个阵营的欢迎。一、维和防暴队，李达超导演，刘伟强监制认可，港圈阵营。二、无名，程耳导演执导，梁生、于总都很喜欢，这是新生代导演，实力影帝，内地实力影视公司3重认可。三、长空之王，国家重点影视项目。四、热烈，搭档黄渤，助力亚运。长空之王、热烈这2个电影的背景意义非常强大，还有他的爱好，把每项爱好也做到了极致，每项爱好都受到了该圈层的喜欢。影视圈就不必说了，上面已经列举了。官媒盖章青年演员王一博，舞蹈圈认可其带动的舞蹈热潮，授予顶尖舞者推广大使称号；滑板圈认可其带动的传播声量，授予滑板运动推广大使称号。还有他参加过比赛的摩托，爱好滑雪、魔术、乐高。王一博是正能量的演员，社会事业、家乡故土认可其带来的正能量影响，授予洛阳文旅形象大使、消防公益大使等等。所以以王一博目前的位置，他在哪里就是目光的聚集地，他根本不用在意那些晚会，只要他去，他就是平台吸引目光的噱头。就算他不去，他也是各大重要晚会上的你要座上宾。这次他是没有去参加晚会，他是在戏剧节和名导前辈们交流学习，这里聚集的大咖可是难得一见，这么好的学习机会，进步青年王一博当然是紧紧抓住。王一博是娱乐圈难得清醒的人，他清楚明白自己需要的是什么，就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。低谷时懂得各种历练，聚红时也能够自若坦然，因为前路经得起考验，所以不惧后面的磨练。当然了，
懂的人自然懂，不懂的人拖后腿也是在所难免的了。在国家依旧如火如荼的清朗风暴下，汹涌的粉丝涌进乌镇，清静的剧场都是手机。这种相当混乱的线上和线下的拥挤名场面，果然是让黑粉们再次攒够了足够的资料。娱乐圈就是大染缸，无论当是种瓜人还是局外吃瓜人，申万我也提到无数回了。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学政治、懂政治、讲政治，该上岸的时候速速上岸。所以，娱乐圈中不少明星如今已经开始了转型之路，虽然有的是转型不顺，但也有一些明星转型成功，从而提升演技实力，有望成为新一代的实力派。其中5个值得申万我大书特书，毕竟还是老话，有对比才有进步，而不是伤害。毕竟尾班车很挤，您说对不？5位新兴实力派包括1. 罗晋，作为80后男星的罗晋，他的颜值和演技都在线。之前他演了不少情爱古装剧以及一些生活剧，一度被大家认为是偶像类型的演员。比如《锦绣未央》《克拉恋人》《归去来》等等，虽然演技都不错，但并没有太出圈。但罗晋近几年开始迈出转型的步伐，在作品选择上也更加有层次感与多元化。例如《安家》中的店长徐文昌，《鹤唳华亭》中的太子萧定全，以及《幸福到万家》的律师关涛，都能明显看出他的戏路在拓宽。而在这次的新剧《天下长河》中，罗晋开始转型历史正剧，在剧中饰演一心治水的康熙帝，与奚美娟、黄志忠、梁冠华等实力戏骨飙戏。从罗晋的剧中表现来看，已然说明他现在不局限于一些情爱生活剧了，戏路变得更宽了。该剧导演张挺都赞罗晋表现不错，眼神清澈且有力量感，称他现在是最好的时候，上升空间还很大。可以说，40岁的罗晋有着自己转型的目标。虽然也有网友说他和实力戏骨还有一段差距，但能被导演力赞也是一种认可。而且他现在已经是国家2级演员，演技底子还是不错的，希望之后能带来更多影响力的作品。2. 赵丽颖，作为85后人气女星的赵丽颖，她的作品算是有口皆碑的。虽然她是古偶剧出圈的，但赵丽颖的演技是肉眼可见在进步。其实早在知否时期，赵丽颖塑造的盛明兰就不同于以往她演的古装女主，是一个内在十分丰满的女性角色。她也很好地诠释了从少女时期到当家主母的人物转变。而在此前的《幸福到万家》中，赵丽颖的转型之路就挺有突破的。她饰演了一个出身农村的普通女性和幸福这个人物朴实简单，却有着坚毅的性格。剧中她有偿生产的戏份，可以说将孕妈妈倾尽全力生产的过程完美诠释了。赵丽颖在演绎这个过程时，脸部表情并没有夸张化的扭曲，但她额头上的青筋以及细密的汗珠都在诉说着角色的痛楚。再加上她数次面临生产的虚弱，都细腻刻画了生子难的情境，令人印象深刻。现在赵丽颖又带来了新剧《风吹半夏》，剧中的她霸气凌厉，又散发出一股复古魅力，完全是另一种气质，举手投足间就塑造出一个灵动细腻的钢铁大佬许半夏。不少网友都赞她现在是演啥像啥，完全看不出和幸福的影子了，活脱脱就是一个有野心的事业女性。3. 朱一龙，但凡熟悉本频道的朋友都知道，申万我专门开篇过这位的硬核。科班出身的朱一龙称得上是演艺俱佳的男演员，他早期也演了不少古装剧和偶像剧，比如《新萧十一郎》《新边城浪子》等等。但如今他也开启了自己的转型之路，从偶像剧转型到电影，不仅有了新的尝试，而且演技也进步了许多。比如今年上映的电影《人生大事》，在片中饰演刑满释放的殡葬师莫三妹，这个人物坐过牢，胸无大志，一直被父亲嫌弃。而吴晓文的闯入，逐渐点燃了他心中被需求的渴望。渐渐的，莫三妹成长为一名合格的父亲，开始正规经营上天堂殡葬店。而朱一龙将这个内心复杂的角色细腻地刻画出来，说着一口地道的武汉方言，也是满满的代入感。
所以人生大事不但取得了票房上的成功，朱一龙还拿下了金鸡奖影帝。以后他估计就是朝着电影方向发展了。前不久还官宣了新电影《消失的她》，让不少人也挺期待的。4. 雷佳音，同样是科班出身的雷佳音，他是比较大器晚成的演员。之前很长一段时间，他都是在婆媳家庭剧里打转。从早期《回家的诱惑》中的湘边男配，甚至包括后来出圈的《我的前半生》里的前夫哥。不过，雷佳音这2年也开始慢慢转型了，在《长安12时辰》饰演了孤胆英雄张小静，不仅口碑上涨，还提名了白玉兰最佳男主，被大家说他是成功转型了。这个角色让观众看到了雷佳音的可塑性，而在今年年度爆款之作《人世间》中，雷佳音更是让观众看到了更多的可能。他在剧中饰演了周家老三周炳坤，这个人物个性坚韧勇敢，是个脚踏实地的基层工作者。虽是一个底层小人物，偶尔还有点胆小怕事，但是他对家庭有担当，对老婆孩子负责，心里始终装着自己的朋友。雷佳音将这个人物塑造的颇有层次感，而且这种长时间跨度的年代戏其实很难演好，但雷佳音却成功诠释了，一举拿下第31届金鹰视帝。5. 黄轩，作为85后男星的黄轩，其实一直演技都不错，前几年就凭借《红高粱》《芈月传》等作品受到了大家的认可，不少网友都觉得黄轩的可塑性很强，造型也是一古一今，演起正剧来也没啥大问题。而且在电影方面的表现也不错，比如《妖猫传》和《芳华》，他出演的年代正剧《山海情》演技被赞，口碑大涨。但其实他在《山海情》之前算是倒霉了3年，18到20年他都作品寥寥，还演了《创业时代》这种烂剧。直到21年初的《山海情》开播后，黄轩才得以成功翻身，并凭借这部剧提名了不少奖项，算是对他演技的一个认可。而在去年底上线的《风起洛阳》里，黄轩又挑战了一个疯批角色，在其中饰演高秉烛一角，让人直呼很带感。不得不说，现在的黄轩拓宽了自己的戏路，未来可期。近日，他的新电影《恋曲尘封》官宣主创阵容，他搭档蒋雯丽、黄小磊等实力女星，也是备受大家期待。这5位演员都开始了自己的转型之路，而且目前转型还挺成功。他们有着清醒的事业发展认知，懂得演员的立身之本是作品与演技。娱乐圈有他们的存在，也是一种荣幸。说到这5位演员，赵丽颖就不消说了，难度最大的就是她，因为她的不老容颜和精美五官，反过来正是转型的最大障碍。因为观众因着五官先入为主，就会造成主次颠倒，演技靠边。就像4位男生当中长得还行的黄轩，就是依靠土渣形象、汗臭至上的山海情，成功打碎了之前的帅哥印象。这些苦口婆心的视角和铁口，相信您在本频道的过往视频中都能找到，都能看到。有对比有伤害，王一博依旧没有打碎这种帅哥的印象，一部分的原因就是Shin Wan我这2天探讨的真爱粉丝们永远离不来的东西。这种东西支撑着庞大的生产力和购买力。当然了，购买力和转型风马牛不相及，但是真爱粉真的在乎后者吗？